欢迎来到眼见古今。上期视频我们讲到被武则天亲手毒杀的李贤张怀太子，本期视频我们来讲一个比李贤太子更悲惨，但陵墓规格堪称顶级的大唐太子。他生前是武则天的亲孙子，曾被武则天活活杖杀，而他死的时候仅仅只有19岁。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要被自己的亲祖母武则天下此毒手呢？而且懿德太子去世的时候还是一位未婚未育的少年，但他的陵墓里为何还躺着一位年轻的王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带大家走进大唐懿德太子墓，去探寻乾陵的顶级陪葬陵墓，以及一位大唐太子非比寻常的故事。1971年7月，陕西省咸阳市城关街道腰架公村一座被盗严重的陵墓，经有关部门决定展开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由陕西省博物馆和前线文教局联合组队进行。墓葬是唐代一位太子的墓，距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只有 2.4 公里。乾陵周边的陪葬墓共有17座，这位太子墓不仅是其中之一，而且是陪葬墓中规格最大的。这座墓葬建造的高规格给发掘人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外部看，墓葬的封土有2层，和张怀太子墓一样，同样呈覆斗形状，南北长 56.7 米，东西宽55米，高 17.92 米。墓葬设有陵园，周边还建有围墙。南北方向的长度是 256.5 米，东西方向的宽度为214米。陵园的4角各有夯土堆1座，南面有土阙1对，土阙以南还有石室1对，石人2对，石华表1对。华表已经倒塌，埋在土中，是考古人员发掘时找到的。比起巨大的乾陵陵园的规模，这处太子陵园的体量当然不算大。不过千万别小看这5万多平方米规模的陵园。在中国古代，按照丧葬礼仪，只有帝王还有地位极高的贵族在下葬的时候才能享有建造陵园的待遇，而像华表这样的东西也只有帝王以及极少数身份高贵的皇室成员才能够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清理发掘的太子墓有内外2重夯土围墙，而且还加了围沟。这种形制在唐代的公主和太子的墓中仅此一例，其他的多是有围沟而没有围墙。由此可见，墓葬主人这位太子的身份足够特殊。而随着地宫的发掘和清理，太子墓地下部分的建筑规格更是给考古工作人员和专家留下深刻印象。太子墓的地宫部分由斜坡墓道、6个过洞、7个天井、4对小龛、前后甬道和方形前后墓室组成，全长 100.8 米。墓道用红褐色土夯筑而成，整个墓道南北向水平长 26.3 米，宽 3.9 米。同样，墓道在中国古代的墓葬文化中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它代表的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径。太子的地宫有6个过洞，这些过洞看起来像一个个的大门，给人宫殿大门的即视感。高 3.15 米，长 3.72 米，宽 2.44 米。下部用土夯筑，上部用长方砖砌成。过洞位于墓道与墓室之间，是连接墓道和墓室的重要通道。可以看到，太子墓过洞的顶部使用了接近半圆的拱形结构，这种建造手法叫做券顶。券顶能起到很好的承重和装饰作用，而拱形结构也使得地宫的通道不仅能够减少地下行走其中视觉上的憋闷和逼仄感，还能很好地营造出一种宫殿气象。太子的墓还建造了天井，属于天井墓，过洞与天井相邻，每2个天井之间会有一个过洞。这座墓穴中天井的数目是7个，由地面直通墓底，各个天井深浅长宽不等。勘测显示，墓中的天井一般长约 2.85 米，
宽3.75米，深8.5米到15米左右不等。今天的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天井有什么用呢？天井的最实际用途，就是因为天井的空间开阔，方便工人取土修木。而且天井的数量和过洞的数量是紧密相关的，在礼仪规范上，天井的数量越高，也意味着墓葬主人身份和地位越高。发掘过程中，墓中的壁龛共有8个，主要作用是放置随葬品，里面放着陶俑、各类生活用具等器物。发掘时仍有不少保存完好，没有被盗墓贼拿走。这件贴金铠甲南齐俑是在过洞两边的小龛中被发现的，马面贴着金，额顶处有意应式，骑士脚踏高筒靴，左手牵将，右手握拳前取，整个造型看起来十分生动，工艺成熟而精湛。这件贴花三彩马也是出土的陪葬之一，堪称唐三彩马中的精品，色彩斑斓，充分展现出唐三彩灵动的釉色魅力。周身带有贴花装饰，使得马看起来既庄重又华贵。发掘工作从1971年的7月2日开始，一直到1972年2月2日才宣告结束。虽然经历了历史上的多次被盗，眼前的太子墓中还是出土了1600件文物，无论从艺术价值、研究价值上来说，都堪称上乘，让人想起一句中国的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文物也得以让普罗大众有机会一窥盛唐的工艺水准，还有当时的宫廷生活。唐代人喜欢马、爱马的特性，在出土的随葬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太子的陪葬品中有铜鎏金马饰，有19件，这是铁马镫，有5件。从墓葬的形制、规模和随葬品来看，这次发掘的太子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陕西境内所发掘的唐代的墓葬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属于帝王级别的墓葬。而出土文物中最令考古工作者难忘的，就是与陵墓建造的气度极为相匹配的地宫中的壁画。太子墓中的壁画分别绘制在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中。由于无法搬移，它们没有被盗墓贼盗扰，得以较好的幸存。墓葬壁画中比较完整的就有40幅。这幅《阙楼仪仗图》是在墓道入口处被考古人员发现的，堪称国内唐代壁画中的杰作。壁画分为2幅，内容相同，分别绘制于墓道东壁和西壁。画面反映的是太子大朝时的情景，整个画面气势逼人，十分壮阔，人物众多，以山为背景，绘有城墙、阙楼和即将出城的仪仗队。对考古专家来说，图中的阙楼以具象的形式展示了3出阙的建筑形式，即一个母阙和2个子阙。这种建筑形式在唐代是用来匹配帝王的。问题来了，阙楼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处？原来在唐代，无论官职大小，上朝觐见皇帝时，大臣们需要走到皇宫前的一处楼台前，站在那里停下脚步思考，想想自己给皇帝的奏章中是否有什么遗漏和缺失。阙同阙2个字的发音也相同，这处用来停步思考的楼台被叫做阙楼。3出阙是帝王级别使用的，双出阙是皇室王侯级别使用，而单出阙是太子、公主级别使用。而在发掘的墓葬中，3出阙的建筑形式绘制在表现太子的仪仗中，这说明什么？说明墓葬主人这位太子享受的是帝王级别的待遇，非常特殊。难道这位太子的生前极尽恩宠？再来看这幅阙楼仪仗图，对于中国考古界的意义同样重大。因为在它出土之前，中国的考古专家们和古建筑专家们并不知道唐代的3出阙长什么模样，甚至大明宫修复的时候，因为没见过图上所描绘的样式。阙楼图中建筑特色明显，屋顶为五殿式，颜色深红，屋身和平座用朱色平涂，墩台是砖木结构式，
中间用长方形砖砌成，周围有忍冬蔓草花纹。而图上的仪仗队分为步兵、骑兵和车队，是陈列前，阵容威严，旗帜飞扬，人物的表情也十分生动。由于画面采用仰视的角度，衬以城墙和远山的背景，阙楼的高大巍峨得以凸显，给人扑面而来的视觉震撼。为什么一位太子拥有如此超长拉风的牌面？考古队员当时虽然知道一些史实背景，依然为这样的画面还有他展现的帝王规格感到震撼。如果说打开地宫，在墓道口，考古队员们就领教了盛唐的牌面，接下来的壁画中出现的种种超标，对考古队员来说就是司空见惯了。这幅列骑图出现在天井部分，即在古代是礼仪的象征。列骑制度通过诗级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身份等级。唐代规定，帝王所在的陵庙宫殿以及3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公府门前都要列骑。如果按太子身份的话，应该是一边列9杆，两边一共18杆，但这张壁画中的戟一边有12杆，合起来共24杆，这也是享受的是皇帝级别，而且前后排列有2套，似乎是为了强调他的特殊身份，直白地告诉人们，这座墓就是按帝王级别来修建的。还有这幅证明唐代驯养猛兽的驯豹图，是在墓葬的第一过洞东西壁上发现的。画面描绘了8位驯养师，驯养师的形象有胡人特征，满脸络腮胡须，反映出唐代社会的文化交融。这些猎豹体长，头小且圆，毛色浓黄，黑色斑点，经专家考证，应该是从印度、波斯一带进贡而来，品种为印度猎豹。这种豹子的性情非常凶猛，画面展现了极为珍贵的驯养场景，证明了在唐代驯养虎豹的既有事实。最后这幅直善宫女图，画面中2位宫女面容姣好，壁画色彩运用十分大胆而浓烈，红与绿对比色系，让人感受到唐代审美中那种雍容华贵之美。如今参观者来到太子墓葬的地宫，会发现墓葬的壁画已经被揭去，墙面出现的是复制品。那些被揭取的壁画大多被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供游客观赏。有人对太子墓中壁画进行过统计，这些分别绘制在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之中的壁画，面积累计近400平方米。要知道，这些精美的艺术性极强的壁画的作业，可是在距今1300多年前绘制的。而且结合当时的情况里来看，无论是陵墓的建造还是这些壁画的描绘，所用的时间都不长，不像乾陵耗时23年。由此也可见，大唐宫廷当时负责殡葬的机构能力非同一般。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进入墓室后，更是发现一件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进入后墓室，也就是安放棺椁的地方，会发现四周的壁画同样十分精美，这些宫廷的祭乐、供奉还有侍女绘制的栩栩如生，如同走进了一个小型博物馆。而墓室的顶部会有天象图，东面画有金乌，西面画有蟾蜍。这些天象图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有其法象天穹的意义。唐代的贵族墓葬很多都会将墓室的上部修建为穹形，在穹顶上绘制日月云气、星辰河汉等。这些图案为人们研究唐代人的宇宙观、生死观提供了重要线索。此时考古队发现了棺椁的位置，这座巨大的棺椁被安放在后墓室的西侧。走进棺椁，会发现它的光泽闪亮，有漆面或镜面一样的效果，给人华贵之感。制作棺椁的石材是陕西本地产的一种叫墨玉的石材，有专家估算过，石椁的重量达39吨。石棺整体由34块石板构成，顶部为五殿式结构，由5块大小不同规格的石板组成，东西顺放，采用高浮雕。
刻出四坡式流水的屋顶样式。屋顶上浮雕刻出形象真实的铜瓦，在屋檐上现刻出滴水与沟头。这种屋顶样式是唐代最流行而且等级尊贵的建筑形式之一。石椁外壁还雕饰着头戴凤冠的女官现刻图。这些女官在唐代是专门在宫廷中服务的，看上去优雅干练，好像在守护太子魂灵的同时，也在指挥着目视四壁的宫女们。而石棺的这个位置，就是当初盗墓贼打开盗走的珠宝的地方。眼前的棺椁即将被打开，此时考古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心中充满忐忑和疑问：石棺会否有骸骨呢？几名考古队员合力将棺盖打开，只见棺木中竟然有2副残存的尸骨，头北脚南，骨架凌乱，经鉴定为一男一女。男性人骨年龄不超过20岁，符合史料中记载的太子去世的年纪，而那具女性骸骨就是这位太子的妃子。不过经过查阅史料后才知道，这位太子妃是太子去世后通过举行冥婚迎娶的。冥婚这个听起来有点神秘又古老的习俗，其实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简单来说，就是把2个已经去世的人葬在一起，让他们在阴间也能有个伴。到了唐代，冥婚的风俗也依然在延续。民间不说，这个习俗在皇族中也在延续。史书对此有所记载。而且比较搞笑的是，唐代关于皇族冥婚的记载，不仅可以结婚，还可以离婚。韦后的弟弟就以冥婚的方式娶了过一位大臣的女儿，后因为政变换了新的皇帝上位。这位大臣为了划清和以前皇帝的界限，把女儿的尸骨取出，算是离婚。而在这座墓葬中看到棺椁中2具骸骨的时候，专家心中的疑问算是尘埃落定。这座超规格的墓葬竟然是合葬墓，而且是冥婚合葬墓。从墓葬的形制、遗存等各方面，大概很多人已经感受到这位唐代太子的地位特殊。能在死后享受如此巨大的哀荣，他会是唐代哪一位太子呢？根据墓志铭显示，墓主人的名字叫李重润。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的嫡长子，出生于682年正月。他的祖父是唐高宗李治，祖母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李重润的出生伴随着皇室的极高期望，史料记载，他的出生让祖父唐高宗李治非常高兴，以至于在孙子满月之时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永淳，以此表达对李重润的宠爱和对李氏皇族未来的美好祝愿。李重润的早年经历充满了皇室的宠爱和荣耀。2岁时，他被立为皇太孙，祖父唐高宗下令为他开设府署，这在唐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举措也显示出唐高宗对他的特别宠爱，还预示着李重润未来可能作为太子继承皇位。然而，随着唐高宗的去世以及武则天的临朝摄政，李重润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是他的父亲，作为高宗和武则天的第3个儿子，当了50多天的皇帝，被自己的亲妈武则天给废除了，贬为庐陵王，被幽禁起来。武则天随后立幼子，也就是他的叔叔李旦为帝，即唐睿宗，并继续临朝摄政。李重润的府署也随着父亲命运的改变被废除，他本人也被贬为庶民，安排在别的地方囚禁。还在幼儿时期的李重润当然无法知道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快，武则天又把唐中宗还有李重润的母亲韦氏等人迁移到房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房县。690年，武则天把唐睿宗李旦废除，自行称帝，开始了他作为女皇的统治生涯。这一年，李重润8岁，原名为重照的李重润改名为重润，为了避武则天的名讳。武则天在位时确实有一番功绩，她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武周，这一时期的繁荣和稳定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武则天74岁的时候，也就是圣历元年，在立自己的侄子和儿子的犹豫中，接受了狄仁杰等重臣的劝谏，派人重新将李显接回东都洛阳，立李显为皇太子。父亲身份的恢复后，李重润的身份也有所提升。圣历3年，李重润被封为少王，这时他16岁。重新成为太子的李显，为了和母亲搞好关系，把自己的2个女儿分别嫁给魏王武承嗣和梁王武三思的儿子。到了701年，武则天年老，因病久不理朝政，将朝政事务交给自己的2位男宠张易之、张昌宗2兄弟来处理。然而，李重润与妹妹永泰公主和妹夫武延基在一次聚会中议论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的嚣张行为，这些话被宫人听见，并告密给张易之兄弟。张易之兄弟在武则天面前诬告李重润等人，议论武则天的男宠私密之事，导致武则天大怒，在9月初3那天，下令杖杀了李重润和武延基。李重润死时年仅19岁，而已经有身孕的永泰郡主，在兄长李重润和丈夫武延基被武则天处死后的第2天受到惊吓，难产而死。自己的一双儿女，尤其是嫡长子，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杖毙，不知道当时身为太子的李显心中是什么滋味。史书记载，李显一直很怕武则天，个性比较懦弱和平庸。他前面有2位当过太子的哥哥，分别是李弘和李贤。李弘是武则天的长子，也是唐高宗李治的第5子，曾被立为太子，但24岁就早逝，坊间有传闻是被武则天毒杀。李贤是武则天的次子，唐高宗李治的第6子，他曾被封为章怀太子，后被废黜并流放至巴州，最终被武则天赐死，年仅34岁。有如此狗血在前，估计身为太子的李显当时可能是极为恐惧吧，说不定也恐慌此事危及到自己。毕竟投胎给武则天做儿子，事实已经证明是个非常高危的职业。前面的2个哥哥就是例子。到了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传位给李显，李显复位称帝。当了皇帝的李显在第2年追赠自己死去的儿子李重润为皇太子，谥号懿德，并为儿子修建了陵墓，将他从洛阳迁移到乾陵之侧，还为儿子举行了冥婚。此时已经去世5年的懿德太子迎娶了国子监丞裴粹之王女裴氏作为妃子。懿德太子和这位历史上没留下多少名字记录的女子合葬在一个棺椁之中。唐中宗李显给自己儿子的葬仪以好墓为陵的最高礼遇，也就是说，把墓葬按照帝王陵的规格和礼仪来建造和祭祀。懿德太子李重润的死还有他的冥婚，史料都有记载，而1971年的懿德太子墓发掘中，开棺之后2具骸骨向人们证实了史料所记载的确实是真的。纵观懿德太子短暂的一生，受父亲影响，其实并没有墓葬所呈现的那种风光无两，大部分时间年纪轻轻，经历的是被囚禁和监视居住的生活，这应该也是他父亲李显的心中之痛。懿德太子墓中哀册是由大理石制成的，详细记载了懿德太子灵柩从洛阳启动的时间，以及唐中宗对懿德太子之死的悲痛和提高葬仪的决定。懿德太子的哀册文是由当时著名文士也是宰相的李峤所作，文中表达了唐中宗对懿德太子之死的悲痛，以及提高葬仪及好墓为陵的决定。哀册文还赞扬了懿德太子的高尚品质，如宽惠深薄，温良素知，包举六爻，网罗群集，诗节楚宴，复言良客，怀国传骚，云台对弈，乐善超备，多才演习等。总之，对这位英年早逝的太子的品德、学识和才华各种褒扬，说他性格宽厚仁慈，并且学识渊博。
年纪轻轻即死去的懿德太子是否真如哀册所说这么完美，尚不可知，但他的父亲极大的悲痛，这是肯定的。作为一位悲伤的父亲，懿德太子的妹妹永泰郡主的墓葬规格也非常高，她的墓葬规格同样与帝王相当。她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坟墓被冠称为陵的公主，这也是考古工作者看到墓葬中的壁画还有陵园营造、地宫营造诸多刻意超规格的原因。除了表达悲痛，超标迁葬自己的一双儿女，给自己的儿子举办盛大的冥婚，历史学家分析也是宫斗的一部分，是李显背后的政治势力和武周势力的一种较量。武则天死于公元705年，懿德太子墓建于神龙2年，公元706年，而永泰郡主的墓还有被武则天赐死的张怀太子的墓也建于这一年。还记得懿德太子墓室中天象图中那个诡异的黑色太阳形成了双日凌空的奇异天象吗？据说黑色太阳的出现可能与星占学中的日重类之象有关，暗示着君权受到压制或皇太子遭遇不幸。懿德太子李重润的死亡是非正常的，与政治斗争有关。懿德太子李重润的一生，从备受宠爱的皇太孙到被贬为庶民，最终被自己亲祖母武则天杖杀，这一切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唐代宫廷政治斗争的直接结果。他的死亡凸显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无情，以及皇室为争夺权力导致家族关系中也充满复杂和血腥。1996年，陕西省对懿德太子墓进行保护开发，建成了博物馆，为公众提供了了解和学习唐代历史文化的平台，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2017年8月，科研人员对懿德太子墓壁画进行了全面的检测与保护性修复，超景深显微成像、激光拉曼、X 射线荧光等先进检测手段被用于对壁画保护。懿德太子墓的发掘，众多的壁画、随葬品的出土，不仅展示出极高的艺术价值，也为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多个领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为人们理解唐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如今的懿德太子墓已经被辟为博物馆，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参观深入到地下20米的地宫，感受它的规模、建筑。6个过洞、7个天井、8个小龛。当人们来到懿德太子墓的时候，了解到它的超规格背后的故事时，很难不为这位悲剧色彩的太子唏嘘。唐代290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20位帝王，除去末代2帝不在陕西安葬外，其余都葬在长安以北的原上，号称唐18陵。走出地宫，远远地可以看到这位正牌皇孙的祖母武则天与他的祖父合葬的乾陵。这座偌大的皇家陵墓，如果单从表面看上去，风水和风景都是极佳的，谁又能知道地下深埋了一段1000多年的皇室腥风血雨呢？本期视频就讲完了，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